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前两天在微博上有位小伙伴给我留言，问我会不会做生吐司。他跟我说这个面包现在特别的火。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生吐司在日本最好吃的面包排行榜里排前10，可见它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后来我就在家潜心修炼，反复的调整了一下配方，今天终于可以教大家来做这款生吐司了。生是新鲜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这个面包它没有熟。我今天用中种法来做这个面包的。配方分成了3部分，材料 A、材料 B 还有材料 C。 先把材料 A 里的所有材料放进揉面桶里，把它们搅拌成团，把材料揉匀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揉得特别光滑。然后表面盖上，让它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下发酵。这个时候把材料 B 里的所有材料全部混合，也是稍微搅拌一下，看不到干面粉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给它盖上，放到冰箱里去冷藏。材料 A 的面团我们要发酵到原来的 2.5 到3倍大的样子，可以这样检验一下，手指蘸一些干面粉在面团里戳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团有轻微的往下塌陷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说白了就是把它发酵过度，像做老面一样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材料 A 放到冰箱里去冷冻30分钟，冻好以后把材料 A 撕成小块放在材料 B 里，然后再加入材料 C 里边的酵母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启厨师机来揉面了。我是全程开4档揉的，每隔5分钟停下机器检查一次面团的状态。面团的液体量比较大，刚开始揉面，面会粘在缸底，这是正常的。你可以把档位调高1格，也就是说 4.1、4.2 这样子，再揉一会儿它就不会粘在缸底了。揉了10分钟，面团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扩展阶段，面团可以拉出膜，但是容易破，而且有很多的锯齿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黄油和盐，然后再继续揉。又揉了10分钟，面团已经可以达到完全阶段了。把面抻开以后，可以看到破洞没有太多的锯齿，大部分都是光滑的，而且面很有韧性，这样子就揉好了。揉好的面测一下温度，温度不要超过26度，维持在24到26度之间是最好的。接下来我们不用再发酵了，把面直接分成4等份，然后把每份都整理成表面光滑的圆形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就可以整形了。把面擀开，这个面团是稍微有一些粘手的，我们可以在案板上撒一些面粉，也可以戴上手套来操作，这样子就不会太粘了。把面擀成一个长方形，然后把两边对折，对折以后再把它擀长。如果擀面杖会粘在面上的话，也可以在擀面杖上面薄薄的蘸一层面粉。擀好以后就把它从上到下卷起来。刚卷好，这个面筋有点紧嘛，然后可以2只手把它再往里推一推，把它再这样整理一下，放进吐司盒里。接下来就把后边所有的面团按照同样的方法都这样整形好。每2个面团放在一个正方形的吐司盒里，如果没有这种正方形的吐司盒，也可以放在一个450克的吐司盒里，也是分成4份。整好形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去发酵了。在烤箱的底部放一些45度左右的热水，然后把吐司盒放到上层，用30度来发酵，发酵湿度维持在 80% 到 85%， 最后发到吐司盒的8分满就可以了，然后盖上盖子。烤箱要提前预热好，烤箱用上下火170度预热10到15分钟。预热好以后，把模具放进烤箱的下层，用上下火170度烤30分钟。出炉以后取出来，先震2下，然后把它脱模。就这样直接倒扣在烤架上就可以了。
刚烤好的面包皮是比较硬的，在它还没有完全凉透，还有些余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装进保鲜袋里。过一会儿，等它完全凉透，这个皮就回软了。现在这个皮就变得很软了，面包也很软。我要撕开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拉丝？面包真的非常软，不吃的时候建议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，这样它可以保持最柔软的状态。今天的生吐司就完成了。如果大家想收藏查看更详细的图文教程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幸福的眼泪。如果小伙伴们做了这款面包，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我来交作业。我的面包教程每周5都会定时更新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，我们一起做面包。我们下周再见啦，拜拜。